2001年7月18日，乔治亚大学泰瑞商学院的演讲厅里座无虚席。这一天，商学院的学生们迎来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客人沃伦·巴菲特。那是互联网泡沫刚刚破裂后的第一年，巴菲特和他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一度被华尔街嘲笑为过时的老古董，不懂新经济的恐龙。但现在，当泡沫破灭的尘埃落定，人们才发现那个过时的老人依然稳健地站在那里，而那些嘲笑他的人，很多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次演讲的珍贵之处，不仅在于巴菲特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投资哲学，更在于他对年轻人人生选择的深刻洞察。70岁的巴菲特面对着20多岁的学生，像一位智慧的长者，将自己70年人生中最重要的智慧倾囊相授。现在，让我们回到2001年7月的那个上午，听听这位投资大师对年轻人说了什么。我今天是从内布拉斯加州飞过来的，你们大概都知道我们州，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橄榄球队。那些家伙戴着很大的白色头盔，头盔上有一个红色的字母 N。有一次，我问队里的一个主力球员，这个 N 代表什么？他说 Knowledge。 我们对他们的要求其实也挺严格的，他们不能因为是橄榄球运动员就轻松混过去。他们主修农业经济学，而且所有球员都要参加一个期末考试，考试只有2道题。第一道题是老麦克唐纳有什么？几天前，他们把这道题给了一个很有希望拿海斯曼奖的球员，他开始冒汗，想了半天，最后眼睛一亮说：农场。教授当然很高兴，你总不希望一个海斯曼奖候选人考试会不及格。于是教授说：很好，你已经完成一半了，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农场这个词怎么拼？这时候这个家伙真的开始冒汗了，他抬头看着天花板，又四处张望，最后从嘴里挤出几个字母 EIEIO。 所以明年看橄榄球比赛的时候，你们可以留意一下这个家伙，他应该会非常厉害。这里我可能需要给大家翻译一下巴菲特讲的这个小段子是什么意思。这个笑话的核心来源来自一首几乎所有美国人从小都会唱的儿歌 Old MacDonald had a farm。 歌词最经典的一句是 Old MacDonald had a farm EIEIO， 然后后面会不断重复 And on that farm he had a cow EIEIO。 所以 EIEIO 在美国人脑子里几乎等同于 Old MacDonald had a farm。 所以巴菲特讲的是一个嘲讽橄榄球运动员学习差的段子。逻辑是这样的，第一道题，老师问老麦克唐纳有什么？正确答案是农场 a farm， 这个球员好不容易才答出来。第二道题，老师问 farm 这个词怎么拼？正常人应该回答 FARM， 但这个运动员脑子里只想到儿歌，所以他说 EIEIO， 也就是儿歌里的那句。他把拼写单词理解成了唱儿歌，等于老师问 farm 怎么拼，他回答啊咿呀咿哟，所以是一个典型的橄榄球运动员很笨的校园笑话。他说的最后一句，所以今年留意一下这个家伙，他会很厉害的。这是一句反讽，意思是这个人这么笨还能拿海斯曼奖的候选人，看来橄榄球打的是真的厉害。巴菲特是在正式开讲前用这个段子调节气氛，接下来就进入了他这次演讲的主题。我其实很想直接聊你们真正关心的那些问题，所以我们很快就会进入问答环节。但有几个问题是我几乎每次都会被问到的，比如很多人都会问，我毕业以后应该去为谁工作呢？这个话题待会儿我们也许还会展开讲，但核心其实就是去为那个你真正敬佩的机构或者你真正敬佩的人工作。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只是因为一份工作写在简历上更好看，或者只是因为起薪稍微高一点，就去接受那种你自己心里都知道只是过渡一下的工作，那真的太荒唐了。前阵子我去哈佛时，有个很优秀的年轻人去机场接我，
他当时是哈佛商学院的学生，他跟我说，我本科就在这里读，毕业后去了某家公司工作，现在又回来读商学院。我觉得如果接下来能进一家大型管理咨询公司，我的简历就算真正完美了。我问他，那是你真正想做的事吗？他说，不是，但那样我的简历就完整了。我又问他，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才开始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他说，总有一天吧。我就告诉他，你知道吗？你这个计划听起来就像是打算把性生活留到老了以后再享受一样，根本说不通。后来我对那群来接我的年轻人说，去为那个你最敬佩的人工作吧，结果不会差的。你每天早上都会很愿意起床，而且会觉得这件事本身就很有意思。结果几周以后，院长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到底跟那帮孩子说了什么？他们现在一个个都跑去自己创业了，所以这条建议大概还得稍微修正一下。好，现在先跟我做个小游戏，然后我就开始回答你们的问题。我想请你们先做一个假设，假设我现在给你们一个非常划算的机会，你们可以从身边任何一位同学里挑一个人，你们已经在这里相处了一段时间，彼此大概也有些了解了。现在我给你们24小时去考虑，然后你们可以选出一个人，拿走他此后人生中全部收入的10%。那你会怎么选？你脑子里会考虑什么？当然，你不能挑那个家里最有钱的人，那不算本事。我说的是，你得凭这个人本身的能力和特质去判断。但很有意思的是，你最后大概率不会选班里分数最高的那个人。我的意思不是说成绩最好这件事不重要，当然不是，只是真正决定一个人将来会不会成为大赢家的，往往不是这个。你认真想一想，你会选谁？为什么？等你把这个问题想透以后，你大概会发现，你选中的那个人未必是最会考试的那个，但一定是你觉得最值得长期压住的那个。因为你们在座的人其实都不差，你们既然能来到这里，就说明你们都有一定的能力，也都有精力，有主动性，有脑子。但即便如此，你们当中的有些人，最后就是会比其他人走得更远，赢得更多。归根结底，拉开差距的是一整套品质，而且有意思的是，这些品质几乎全都是你自己可以选择、可以塑造的。它不取决于你的个子有多高，也不取决于你能不能把橄榄球一脚踢出60码，更不取决于你是不是这个房间里最好看的人。这套品质更接近本杰明·富兰克林式的做人准则，或者像美国童子军守则里反复强调的那些品质。说到底，无非就是正直、诚实、慷慨，愿意多做一点，愿意承担责任，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自己培养出来的。然后再把这个游戏反过来想一遍，因为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通常总会有个附加条件。现在规则变了，你不但要买入一个同学未来收入的10%，你还必须做空一个同学，等于你要反向压住他的人生表现，支付他一生收入的10%。那这时候你会选谁？谁会成为班里那个你最不想压住，甚至想反向下注的人？你再仔细想想，而且同样的，这个人也未必是成绩最差的那个。真正让一个人最后掉队的，往往也不是分数，而是品格上的缺陷。我们在雇人的时候会看3样东西：聪明、主动性，或者说精力，还有正直。如果一个人没有最后这一项，那前面2项反而会害死你。因为如果你非得雇一个不正直的人，那你最好祈祷他又懒又笨。我是认真的，你一点都不会希望这种人同时还很有冲劲。所以真正最关键的是第3项，而这一项恰恰是你自己可以选择的。你生下来是什么样的基础配置，大体上改不了太多，但你完全可以决定怎么去使用这些天生的条件。而现在正是你养成那些好的品质或者坏品质的时候，比如那种总把自己没做过的事说成自己做了的人，那种总想抄近路的人，那种别人根本没法放心依赖的人，
这些东西说到底，最后都会变成一种习惯模式。而养成正确习惯的最好时机，就是你们现在这个年纪。对我来说，现在再去学高尔夫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但如果我在你们这个年纪就开始学，也许我现在会是个相当不错的高尔夫球手。有人说过一句话，习惯的锁链在刚开始的时候轻的你几乎感觉不到，等你真正察觉时，往往已经重到很难挣脱了。我经常看到这种案例，我见过一些人到了50岁、60岁，身上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自我毁灭的行为模式。那时候他们真的很难改了，他们已经被自己的习惯困住了，但你们现在还没有，你们还没被什么东西锁死。所以当你写下那个你愿意买入他人生10%股权的人的那些品质时，拿着那张清单问问自己，这里面有哪一项是我做不到的吗？答案通常是没有。反过来，当你再去看那个你想做空的人，看看他身上那些你不喜欢的特质，无论是自负也好，自私也好，或者别的什么，如果你在自己身上也看到了类似的苗头，你是可以把它改掉的。那不是命运安排好的，也不是什么注定如此。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是遵循这套思路这么做的。我的老师本·格雷厄姆10几岁的时候也这么做过。他会先环顾四周，问自己，我真正敬佩的是谁？因为他自己也希望成为一个值得别人敬佩的人。接着他又问，我为什么会敬佩这些人？后来他明白了，如果我正是因为这些品质而敬佩他们，那么也许只要我照着类似的方式去做事，别人将来也会因为同样的原因敬佩我。于是他就开始有意识地决定自己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你照着这个方向走，最后你就会成为那个你愿意买入10%股权的人。说到底，这才是真正的目标，而且这是这个房间里每一个人都做得到的事。好了，我的说教到这里就结束。现在我们来聊点你们真正关心的。你们可以问任何问题，唯一有一类问题我不会回答，那就是我们现在具体在买什么、卖什么。我会把它写下来，然后像可口可乐配方那样锁起来，只有2个人能进信托部门看到那份东西，而我甚至都不知道那2个人是谁。所以除了我们正在买卖什么不谈，别的都可以问，无论是个人的、商业的，还是别的任何你想聊的。其实问题越难，我反而越觉得有意思，所以不用替我留情，直接问就行。学生 A， 您好，巴菲特先生，我有2个简短的问题。第一个是，您是怎么判断一家公司的内在价值的？巴菲特，所谓的内在价值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数字。假设你对未来无所不知，能够准确预见从现在开始直到世界尽头，这家企业一共会吐出多少现金，再用一个合适的贴现率把这些未来现金折算回今天，那么得出来的数字就是这家企业的内在价值。换句话来说，你今天之所以愿意把钱拿出去投资，唯一的理由就是你相信将来能拿回更多的钱，对吧？投资这件事情本质上就这么简单。现在如果你看的是一张债券，比如美国国债，那就很容易判断出它值多少钱，因为它上面写得清清楚楚，什么时候付利息，什么时候还本金，所以债券的价值相对容易算出来。当然，如果明天利率变了，它的市场价格也可能会变，但它未来的现金流本来就是明明白白印在那里的。可股票不一样，股票证书上不会直接印着未来的现金流。分析师的工作说到底就是把那张代表企业所有权的股票尽量还原成一张债券来看，然后告诉你，按照我的判断，这家公司未来大概会吐出这些现金。我们给消氏地毯买一台新机器的时候，脑子里其实就是这么算的。你们在商学院里也会学到这种思路。其实大公司也完全一样，比如你今天去买可口可乐，整个公司现在市场上大概值1100亿到1150亿美元。
问题在于，如果你真有这1100亿或者1150亿，当然了，你要真有这笔钱，你今天就不会坐在下面听我讲，而是我坐下面听你讲了。真正的问题是，你愿不愿意今天掏出这么多钱去换可口可乐在未来200年、300年里能交到你手上的那些现金？而且时间拉得越长，贴现率反倒没那么重要了。最后真正重要的还是这家公司到底能给你吐出多少现金。这不是一个有多少分析师推荐它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它每天成交量有多大的问题，更不是 K 线图长什么样的问题。归根结底就一件事儿，它未来会给你多少现金。你买农场是这样，买公寓楼是这样，买任何金融资产其实都一样，哪怕是地下的一块油田，本质也是一样。你今天先把现金拿出去，是为了以后能收回来更多的现金。关键无非就3个问题：你能拿回来多少，什么时候拿回来，以及这件事你到底有多大的把握。所以当我在计算一家企业的内在价值时，不管我们是买下整个公司，还是只买它的一小部分股份，我脑子里都把自己当成是在买整家公司，因为我一贯就是这么看的。我会盯着它问，这个企业将来到底会产出什么，又会在什么时候产出。当然，更理想的情况是，你拿到这些现金之后，还能继续把它投入出去，随着时间不断赚到更高的回报。伯克希尔从来没有给股东派发过什么现金，但它的可分配能力一直在增长，因为我们手里那些企业本身的价值一直在增加。我们是在公司内部做复利，但问题的本质并没有变。比如现在伯克希尔的市值大概在1050亿左右，如果你今天花这么多钱把整个公司买下来，那么对于我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未来能不能以足够快的速度把足够多的现金分配给你，让你今天花的这笔钱在当前利率水平下仍然是划算的。这才是最核心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你答不出来，那你其实就没有准备好买这只股票。你当然可以去赌它，真想赌也没人拦着你，或者你的邻居愿意买，那也是他的事。但如果你自己回答不了这个问题，那就不叫投资。比如互联网公司，这个问题我就没法回答。实际上，不只是互联网公司，还有很多很多其他公司，我同样没法判断他们未来到底会吐出多少现金。对于这种公司，我的做法一直都很简单，离远一点。学生 A， 所以您在判断一些公司的内在价值时是有一套公式的。我的意思是，您有一个数学系统在里面吗？巴菲特，有，当然有。说到底就是现值、未来、现金流这些东西，就是这么回事。学生 A， 第二个简短的问题是，既然如此，您为什么不把这套公式或者策略完整写下来，让其他人也都能照着用呢？巴菲特，我想其实我已经写过了。如果你去看我这几年的年度报告，很多内容我都讲过。实际上，就在最近1年的年报里，我还用了一个伊索寓言的例子。因为伊索这个人早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在写龟兔赛跑和其他那些寓言的间隙，还顺手写过一句关于鸟的话。他说：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不过这句话本身还不完整，因为核心的问题是，林子里到底是不是真的有2只鸟，你又得等多久才能把它们弄到手？这些问题他大概也明白，只是他当时忙着写别的寓言，没来得及展开。所以他在公元前600年其实已经把投资这件事讲对了一半。投资的全部本质上就是3件事：林子里到底有多少只鸟，你什么时候能把它们抓出来，以及你对这件事到底有多大把握。如果利率是 15%， 粗略来讲，你大概要在5年之内把林子里的2只鸟拿到手，才大致抵得上你现在手里这1只鸟的价值。但如果利率只有 3%， 那你就算要等20年才拿到那2只鸟，放弃手里这1只鸟也依然可能是划算的。因为归根结底，这一切都取决于贴现率，也就是利率水平。
而现实中的麻烦往往在于，你不光不知道林子里到底有多少只鸟，有些情况下，比如很多互联网公司，林子里压根就没有鸟。更糟的是，就算你手里本来还有一只鸟，他们也照样能把它给你拿走。不过，这类东西我其实已经写过不少了，只不过我大多是借用了伊索2600年前就已经想明白的那点道理，只是我的阅读进度一直有点落后于他。学生 B， 早上好。我知道您是以成功著称的，但我很好奇，在您的人生里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时刻，或者某些错误和失败，是您后来从中真正学到了东西的？还有，面对那些让人沮丧、受挫的时刻，您会给在座的学生什么建议？巴菲特：有，当然有。我犯过很多错误，要说最大的错误，也不一定非得说是最大。但买下伯克希尔哈撒韦这件事本身就是个错误，因为伯克希尔原本是一家很糟糕的纺织企业，我当时买它主要是因为它便宜。我从本格雷厄姆那里学到的是，要从数字上去找便宜货，要到处寻找价格被低估的东西。我大概在1950年前后学会了这套东西，它对我影响非常深。所以那时候我一直在寻找我后来所说的那种雪茄烟蒂型的股票。所谓雪茄烟蒂式投资，就像你走在街上，到处找别人扔掉的雪茄头，你看到一根又湿又脏又难看的雪茄，几乎已经不能抽了，但还剩最后一口，于是你把它捡起来，吸上那一口，味道当然糟透了，抽完就扔了。但问题在于它是免费的，或者至少非常便宜。然后你再去找下一根同样湿漉漉只剩一口的雪茄。在很多年里，我干的基本就是这种事，这其实是个错误。虽然这种办法也能赚到钱，但你没法靠它赚到真正的大钱。想赚大钱，还是投资优质企业要容易得多。所以现在我更愿意用一个合理的价格去买一家好企业，而不是用一个便宜的价格去买一家平庸企业。但在当年，我买的就是这种便宜货。伯克希尔那时候的股价甚至低于它每股营运资本，等于说你是免费拿到那些工厂，免费拿到那些机器设备，存货和应收账款还是打折送你的。它便宜的离谱，所以我就买了。结果20年以后，我还在守着一家糟糕的企业，那笔钱根本没有好好复利增长。你真正应该拥有的是优质企业，因为时间是优质企业的朋友。你把钱放进去，它会不断复利，公司会继续扩大生意，你也会不断赚到更多的钱。但时间是烂企业的敌人。我当时完全可以把伯克希尔卖掉，甚至直接清算掉，赚一笔快钱，也就是把那最后一口雪茄抽掉。但继续抱着那种企业不放，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所以你也可以说，我确实从这个错误里学到了东西。本来我会做得好得多，后来我在伯克希尔这个壳子里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不断去买更好的企业。我做了保险，买了 See's 糖果，买了布法罗新闻报，还有很多别的东西。如果当初我是用一个全新的、小得多的实体去做这些，而不是把伯克希尔当成平台来展开，结果其实会更好。当然，整个过程我也得到了很多乐趣。我的意思是，生活里的很多事最后都阴差阳错地变好了，所以我并不抱怨，只是回头看，那依然是一件很蠢的事。后来我还投过全美航空，1989年我买了它的优先股，结果几乎是我那张支票刚一兑现，这家公司就开始亏钱，而且之后再也没真正赚回来。我的意思是，这简直蠢透了。现在我专门有一个800电话号码，每次只要我一动买航空股的念头，我就打过去。这个电话我随时都能打，凌晨3点也行。幸运的是，它24小时都能接通，我就拨过去，然后说：你好，我叫沃伦，我是个航空股上瘾者，我现在正在考虑买这个东西。
然后电话那头的人就会拼命劝我打消这个念头，有时候得劝好几个小时，但相信我，这非常值得。以后你要是哪天也想买航空股，来找我，我把这个800号码给你，因为这玩意儿你真的最好别碰。不过就最后的结果来说，我们算是很幸运了，但那依然是一个愚蠢的决定，而且完全是我自己做的决定。要说我这辈子犯过按机会成本和最终代价来算最贵的错误，其实是在我大约20岁的时候。当时我和国民警卫队里的一个伙伴一起买下了一家新克莱加油站的1半股权。那时候我手里大概有1万美元，拿出2000美元投进去，结果赔了个精光。也就是说，我当时一下子亏掉了自己20%的身家。按今天回头看，这笔钱的机会成本大概相当于60亿美元。而我当年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换来的不过是去擦几个窗户、洗几个挡风玻璃之类的活儿，所以这代价真是大得离谱。某种意义上，我甚至喜欢伯克希尔股价下跌，因为那样一来，这个错误在账面上的机会成本看起来也会稍微小一点。不过到目前为止，我犯过最大的错误，注意，是我犯的，不是我们犯的。其实更多都不是做错了什么，而是该做的时候没有做。真正最伤人的，往往不是执行上的错误，而是遗漏的错误。也就是说，有些事情明明我看得懂，明明就在我的能力圈里，明明我知道该怎么做，可我偏偏就坐在那里发呆，什么也没干。那种错误才最要命，而且这种损失通常不会在任何地方显示出来。比如说，大概20年前，房利美出过一次麻烦，当时我完全有机会出手，而我们几乎可以用非常低的价格把整个公司买下来。结果呢，我什么都没做，就那么坐着发呆。我想单单这一件事，可能就已经让伯克希尔少赚了至少50亿美元。但是错过了投资微软的机会，我就不会太在意，因为我本来就不懂，微软不在我的能力圈里。所以如果我没从微软或者可可豆或者别的什么自己根本不懂的东西上赚到钱，我觉得那没什么可抱怨的，我也没资格觉得自己本该赚到。但房利美不一样，那个我其实看得懂，而我却还是搞砸了。这种损失，传统会计报表里永远不会体现出来，可我自己心里很清楚它值多少钱，因为那是我亲手放掉的机会。真正大的错误往往就是这种错误，而这样的错误我犯过很多，除非我自己在年度报告里告诉你们，有时候我也会努力克制住这种冲动，否则你们根本不会知道，因为财务报表从来不会把这些本来可以赚到却没有赚到的钱写进去，所以遗漏的错误往往比执行的错误大得多。人生里真正重大的机会并不会一再出现，我们不需要做很多事，但当那个又对又大又重要的机会真正来到面前时，我们必须出手，因为真正的大机会一辈子就那么几次，它来了你就得抓住，你不会有500次这种机会。如果你们毕业的时候，我送你们每个人一张卡片，这张卡上只有20个孔，而且你这一生里每做一个投资决定就必须打掉一个孔，那么我敢说，你们最后会变得非常富有，因为这样一来，你会对每一个决定都想得非常非常认真。我去参加一些鸡尾酒会，经常听到别人聊某家公司，他连那家公司到底是干什么的都没搞明白，名字可能都念不顺，可因为这只股票上周涨了，他就觉得不错。可如果你手里真只有那张只有20个打孔位的卡，你就绝不会买这种东西。牛市里总有一种很强的诱惑，让人忍不住想下场掺和一脚。而股票交易这件事，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容易。你可以直接在网上下单，点一下鼠标就买了。也许它涨了1个点，你就兴奋了，第二天你又去买另一只，再接着买别的。可这样折腾下去，时间久了，
你其实赚不到什么大钱。但如果你一辈子就只有那张卡，而且上面只有20个打孔位，用完了就再也没有第二张，那么每做一个投资决定之前，你都会反复思考很久，你会做出更好的决定，也会把决定压在真正重要的机会身上，甚至很可能你这一生到最后都用不完那20个孔，但那也没关系，因为你本来就不需要那么多。学生 C， 巴菲特先生早上好，顺着您刚才谈到错误和失误那个话题，我想请您讲讲您的卖出策略。也就是说，当您持有一项资产，后来觉得它已经不再那么好了，您通常会依据什么标准决定最终把它卖掉？巴菲特：会的。不过这个问题这些年来其实变化挺大，因为我刚开始投资的时候，我的问题从来不是钱太多，而是想法太多，钱太少。我的意思是，我那时会抱着目的手册一页一页的翻，翻完一遍还会再翻一遍，然后就在里面找那些我自己看得懂的公司。有些股票当时只卖到2倍市盈率，甚至1倍市盈率。可问题是，当你手里总共只有1万美元的时候，就算看到了很多这种机会，也还是挺让人沮丧的。尤其如果你又不喜欢借钱，而我从来就不喜欢借钱。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都是点子比钱多的状态。也正因为这样，我经常得把手里最不喜欢的那个卖掉，腾出钱来去买那个对我来说更新、更有吸引力的机会。那种操作方式，我持续了很多年。可现在情况正好反过来了，现在是我们的钱比我们的主意还多。所以如果你去看我们的年度报告，在我们的网站 berkshirehathaway.com 上就能看到，你会在后面找到一部分内容，叫做伯克希尔的经济原则。我当时写这些东西，就是想清清楚楚地把我的想法告诉给我的合伙人，因为在我眼里，他们不是股东，他们是我的合伙人，而且会是我一辈子的合伙人。所以我希望他们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如果他们不认同我的想法，那也没关系，但我不希望他们最后对我失望。所以我在里面写得很清楚，对于那些我们完全拥有的企业，不管别人出多少钱，我们都不会卖。我的意思是，哪怕有人愿意出3倍的价钱来买，不管是喜诗糖果、布法罗新闻报、波仙珠宝，还是别的什么，我们都不会卖。用这种方式做，也许在某些人看来是错的，但如果整个伯克希尔100%都是我自己的，我知道这对我来说不是错的，因为这就是我想过的那种生活方式。我已经拥有了自己可能需要的全部财富，再多一点，也只不过是将来报纸讣告里写的数字更大一点，或者我名下基金会最后拿到的钱更多一点而已。可如果仅仅因为有人挥着一张很大的支票站到我面前，我就去打破和那些我喜欢的人之间的关系，去辜负那些因为相信这里会是永久归宿才加入我们的人，那在我看来，几乎就跟因为有人出高价就把自己的一个孩子卖掉差不多。所以我不会那么做。我也希望我的合伙人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不会那么做，这样他们以后就不会对我失望。对于某些股票，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倾向于用这种方式来对待。当然，如果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真的变得资金紧张，而外面又同时冒出一堆很好的机会，那我们的做法也许会有所不同。但总体来说，除非我们真的非常失望，比如对管理层失望，或者我们判断这家企业的经济特征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这种情况确实也有可能发生，否则我们是不愿意卖出的。但我们不会仅仅因为它看起来涨得太高了就把它卖掉。当然，你不可能在所有情况下都100%做到这一点，但这确实是我们一直遵循的原则。现在我们的情况是，每年至少会新增50亿美元现金，也就是说，差不多每周就会多出1亿美元。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半个小时了，而这半个小时里我什么正事都没干，可钱还是在那里继续往里流。
所以，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要不要卖，而是怎么把不断涌进来的这些钱明智地投出去。如果我们还要靠卖东西来增加现金，那只会让这个问题更严重。所以，也许总有一天我们的做法会变，但至少现在我们更希望坚持这种思路。而且我也知道，我有些合伙人，也就是股东，他们可能会说，如果有人愿意出喜诗糖果3倍的价钱，你为什么不卖呢？这也正是为什么我希望他们在加入之前就先清楚我在这件事上的想法。我的意思是，他们有权提前知道。你想想看，其实这有点像婚姻。假如你准备结婚，你真正想要的是一段能够长久持续的婚姻，它未必得是世上最光鲜、最热闹、最让人羡慕的那一种，不一定非得是那种会被玛莎·斯图尔特拿出来示范的完美婚姻，但你总归是想要一段能过得长久的婚姻。那你在另一半身上到底会找什么？你是找聪明吗？找幽默感吗？找品格吗？找外表吗？不是，真正能让婚姻维持下去的是低预期。只要双方的预期都别太高，这段婚姻往往更容易长久。我也希望我的合伙人在加入的时候，对这件事抱着比较克制、比较保守的预期，因为我希望这段婚姻能够长久。对他们来说，加入伯克希尔其实就是进入一段财务上的婚姻，而我不希望他们误以为我会去做那些我其实根本不会做的事。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遵循的原则。以上就是巴菲特2001年在乔治亚大学分享的一些商业智慧，希望对您有一些启发。经历不可复制，选择却反复出现。有些人被暴力诱惑，有些人选择守住边界。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欢迎点赞关注。我是 Stone， 下期见。